没啦，就是如果你回游比对面快，可以继续擦一擦再出来。来到加拿大以后，状况我觉得算还 OK 吧，因为主要来这边后，我们其实跟很多顶尖的队伍训练，那其实从训练中就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是有进步的。我觉得跟出国前的状况其实没差多少，最主要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时差的问题。那同时，因为我们遇到的对手也是中韩的前2名队伍，其实在他们身上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在这几天，包含欧美的风格那些的，然后中韩的领域，其实我们在这几天也学到了不少。主要是 MSI 版本改动蛮大的嘛，从点12到点13都改的蛮多的。我觉得这个改版其实做的蛮好的，因为主要是很多 OP 角都被削弱。那其实这个有影响到我们的 BP 顺序，因为其实有把很多之前可以盲选的东西现在都不行了。那其实有花蛮多时间跟选手去讨论 BP 的部分。那选手自己玩起来其实感觉是没有差太多啦，但是主要是比较影响 BP。我觉得跟前几个版本不会差到特别大啦，可能我自己玩的那些角色，可能蓝宝被砍了比较小颗而已，但因为蓝宝大家都会玩嘛，所以等于大家都被砍了，所以我觉得还可以接受。我自己觉得就是训练赛，有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跟 MSI 的队伍训练嘛，然后 MSI 的队伍能来 MSI 的队伍就肯定是各个赛区最强的队伍嘛，所以我觉得可以从他们中学习到一些很多我们本来可能没有想象到的一些预期的战术或是画面，所以我自己觉得蛮有意思的。这里的环境吧，就是去拍摄的地方，感觉特别的像大自然，就是很干净的感觉，非常的新奇，很像在召唤峡谷里面一样。其实主要跟他们交代就是不要有太大压力，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蛮希望打T1的，因为其实他们来前他们在 LCK 是把韩华给3-0嘛，那大家也知道就是他们现在状况是非常非常好。那我们第一把遇到他们，应该说赢输对我们来说影响都不大，因为等于后面不管是如果我们打得多远，都不太会太早遇到 T1，就是你其实第一轮遇到最强的队伍其实是一件好事。那你输了，也可以从他那个比赛中复盘学到很多东西。那赢了，就未来的路也是更好走。我觉得就跟第一赛季 First Day 一样，就是我们就是也不用因为对手是谁，然后我们去想的太多顾虑啊，或者是干嘛，就是放开心胸的，然后放松去打，这样就好了。Ono 的风格就觉得很会找机会，然后跟队友的配合特别好，然后跟他对位的话，我就觉得要小心他们配合线上的联动吧。就是比较全能，要挑毛病应该也很难挑，然后角色池也很广嘛，对线也非常的凶狠，打团的输出也很高，因为你看那个分均伤害可以破1000的男人，应该是寥寥无几。我觉得他蛮像车长的吧，就感觉可以进攻又可以防守，然后关键的时候他可以站出来，就感觉是蛮全面的上路。我觉得不太是对线上的压力哦，我感觉现在的版本都是靠脑袋，就感觉是团队的配合，就比较担心我跟小哥沟通没有做得他好，就感觉是比谁沟通做得好。那让我看到6岁的时候，你已经有想当职业选手了吗？
6岁的时候应该有在玩电脑，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英雄联盟，也不知道这个人。差不多完全不知道。那你开始接触这个游戏之后，你有觉得你自己会有一天在国际赛跟他交手？应该是完全没有想到，就很新奇，很有荣幸，就是能跟这么强的人打比赛这样，然后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的感觉。就他5个冠军嘛，就很厉害的感觉。我觉得年龄应该不会限制发挥，只看你努不努力吧。就虽然可能操作会下降，但脑袋意识那些是不会退步的。交手的话，我感觉就玩我最擅长的东西，看他能不能，对他造成一点威胁，让他感受到恐惧。因为如果他很怕的话，他可能会送头。那万一他不怕的话，那就认了，知道？那可能就不知道会长怎样。我没想到我开口就中哎，真是当时候可能在赛后访问的时候就随心随口就想到 T1 嘛，然后没想到这一次可能会知道T1 会来 MSI 嘛，但没想到是第一场都能对到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缘分。我觉得是下路因为这个版本我觉得下路的主动权太重要了。因为下路只要一有主动权的话，可以帮整个团队打开这个游戏，无论是控龙啊、换线啊，还是先落位，都很吃下路的线权跟节奏点。这次最重要的是下路吧，因为我觉得现在这版本下路对游戏的重要程度应该算是很大了。就因为如果下路有了主动权，他可能先动龙，或者他先换线去上，帮上路缓解很大的压力。我觉得是我们每一条路吧，就是每一条路都很关键，因为对面打线也是很厉害，然后中路也是非常会游走的一个人 ，Faker。觉得打 T1 最关键的路应该是下路，因为中上的话比较是放心的，就是打上 T1，但是他们的下路非常强。那如果我们下路可以拿到优势的话，我们应该是在游戏中会拿到很不错的节奏。就感觉不要被3比0就好，就感觉还是有机会赢。现在好像也没有怎么样，就是好像在飞之前，大家都已经差不多感觉有预感要遇到 T1 了，所以就先有预期的准备的感觉，所以没有特别大的心理浮动。我自己觉得的话，就是ban pick 应该是占一个蛮大的部分，然后取决于胜负，然后剩下的就是看我们当天前一晚有没有睡好，然后就是在可能如果我们不小心先落后的1-2把后的心态能不能保持住，然后就游戏里面好好发挥，然后有一些想好就是该要做的事情，不要太冲动，然后适当的时候就是想好自己的阵容要怎么玩，我觉得就不会有太大的落差在跟他们的对决。